嗨，大家好，歡迎回到頻道，我是 WiFi。有一周多的時間沒有跟大家去聊比特幣、ETH 和 Cardano ADA 了，那麼這期視頻呢，就趕緊跟大家去好好聊聊看啊。這期視頻呢，主要是以技術分析為主啊。視頻可能不是很長，但是呢，在這期視頻裡會去聊聊看我這一周多的時間裡，我對於整體加密貨幣走勢的一個看法，以及我的個人的觀點是什麼。那我們開始視頻之前呢，還是依照老規矩啊，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的頻道，也不要忘了打開小鈴鐺關注我之後的視頻。你們的點讚和關注我的頻道將會是對我本頻道的最大支持。在我的視頻內容下方呢，也有一些 affiliate links 啊，有一些注冊的鏈接邀請碼。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呢，也可以去查看一下，點擊進行注冊。那好了，那麼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吧啊。那還是依照老規矩啊，咱們在開始視頻之前呢，先亮賬戶。首先，我們先来看一下我的2萬的美股挑戰賬戶。到我錄視頻為止，我現在的市值呢是22746元啊。那持仓收益呢是正的2375美金。那我的2万的加密貨幣持倉呢，最近呢也有所浮動啊。當前的市值呢是17411美金，持倉收益呢是負的接近2500美金。相比于我一周之前給大家去亮賬戶的情況來說呢，又多浮虧了1000美金啊。主要原因是什麼呢？也就是因為比特幣又一次的回調到了8萬美金以下啊。那這個也將會是我這期視頻的主要內容了啊。那看完了我這兩個賬戶了以後呢，總結一下，持倉方面沒有任何的變化，還是依舊穩如老狗啊。我持有什麼就還是依舊持有什麼，市場的波動好像跟我沒有關係一樣。這個就是一個長期投資者和一個價值投資者的一個理念啊，就是無論市場短期波動到底是如何的，只要這個公司的基本面，只要這個幣種的基本面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完全沒有必要去換倉啊。那這裡頭唯一換倉的可能性呢，將會是另外一家同等的在同領域方面的優質的公司，它的估值下跌了非常非常多，以至於我認為說那個公司它的估值，它未來的回報率將會大於我現在持有的持倉的回報率的時候，才會是我換倉的可能性哈。那我換倉也將會是同領域之間的優質公司換成另一家優質公司的一種選擇啊。但到目前為止呢，我沒有任何換倉的一個計劃哈。那我現在持有什麼，還是將會持有什麼。我的幣種也將是一樣的啊，就比如說吧，我的加密貨幣中啊，我主要是持有比特幣、ETH 和 Cardano 的啊。雖然說我之前清倉了 Chainlink， 但是在我的挑戰賬戶裡頭，我依舊保持的 Link 的持倉。這是因為我認為 Link 依舊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項目啊，我也願意給它一點市值啊，一小部分的市值放在我的挑戰賬戶中，我想看看它未來這幾年是否它的價格走勢是否如我所希望的一樣哈。那好了，那我們看完了我的2万加密賬戶以後呢，就直接進入技術分析吧。首先依舊如此，要看比特幣啊。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5月6號的时候，一周之前吧，達到最高點83000美金的時候，當它的價格已經突破了在上一個盤整周期的最低點的時候，它一度給了我們所有人的一個希望，就是這一次有可能比特幣的牛市呢又重新開始了。但是果不其然的就是每一次開始嘗試突破的時候，在加密貨幣中啊，永遠都會被阻擋住啊，永遠都會被 reject。那麼在接下來這一周，也就是過去這一周裡頭，比特幣呢走出了一個非常非常短暫的盤整過程，並且最終呢立刻的向下走啊，現在達到了77000美金的位置了啊。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啊？在這裡，在日線圖中我們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因為在日線圖中這個藍色的200日均線將會是比特幣由熊轉牛的一個標誌性的一個技術點啊。這一塊啊，現在的價格呢是在81300美金左右啊。如果說比特幣能夠成功的突破向上，並且站穩在藍色的200均線之上的話，那比特幣轉牛的概率將會是非常非常大的，接近於90%以上啊。所以說，我們如何去判斷比特幣是否轉牛，將會是看這一个indicator，也就是一個技術的一個信號吧啊。
那我现在因為比特幣現在呢重新向下走了啊，那現在達到了77000美金，那我認為比特幣將會達到什麼樣一個位置呢啊？那在這裡呢，我們需要看一下週線圖哈。在週線圖中，如果我們把它放大一點，看到最近的話呢，我認為比特幣在75000美金的位置，也就是我這兩條綠色實線啊，畫了非常非常長的時間，將會是比特幣回調的非常非常關鍵的位置啊。那75000也將會是在週線圖中這個綠色的20週均線的位置啊。如果說比特幣沒有向下突破到綠色的20週均線之下的話呢，比特幣在目前的上漲的趨勢呢還是依舊存在的啊。那也有可能比特幣僅僅是走出了一個 ABCDE 的一個 wave 啊。短暫的回調一定是必須的啊，沒有任何一個股票，沒有任何一個幣種，包括比特幣，包括美股指數啊，沒有任何一個啊是可以一直向上走，而不會有短暫的回調的。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比特幣，從83000美金一直回調到77000美金，我們如果單單看美元指數的話，確實回調呢是比較大的啊，接近於67000-7000美金了啊。但是比起比特幣最低點的65000美金來說的話，這次回調的幅度呢是很小的啊。只要比特幣能夠保持在這個20週均線之上的話啊，那比特幣接下來向上走的概率呢依舊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們去看看過去的走勢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啊，在上一個周期中，當比特幣接近於最底端的時候，成功的向上突破了20綠均線以後了，那我們再看一下是23年的1月份啊，比特幣是有一個上漲區間的啊，並且有短暫的回調再上漲啊，但是呢，同樣的在2023年的3月份，也就是2個月以後哈，比特幣再一次的反彈。再一次的回撤到了20的週均線了啊，所以說當比特幣突破向上，突破了這個綠色的20週均線以後，回到20週均線的這種概率呢，將會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盤整過程中啊，有多次的觸及到這20週均線啊，所以說比特幣這一次它觸及20週均線的概率呢，將會是非常非常高的，也將會是在75000美金左右的位置吧啊。但是只要比特幣啊，如果我們看上個周期的話，只要比特幣沒有向下突破的話，比特幣的整體的趨勢呢將會是向上的啊。所以說，比特幣現在的回調，短期的回調，雖然說大家不願意看到，雖然說我也不願意看到，但是整體趨勢並沒有被打破，所以大家不需要那麼的悲觀啊，還是樂觀為主。畢竟這裡畫的兩條綠色的實線啊，將會是比特幣非常大的支撐了。從現在開始，之前是阻力啊，我們可以看到阻力突破了以後呢，形成了支撐，向下突破了以後呢，形成了阻力。那現在呢，將會再一次形成支撐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太大的悲觀，我們將會去時刻關注比特幣接下來的走勢到底會是如何的。那好了，那我们看完了比特幣以後呢，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的主導率啊。比特幣主導率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去聊了啊，那現在我認為是時候要跟大家去聊一下了。如果我們先看週線圖中的話，比特幣主導率現在啊正在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位置啊。從圖中也可以看到，在週線圖中綠色的20週均線、黃色的50週均線、紅色的100週均線三條線幾乎是準備重合了。那準備重合的意味着是什麼呢？這意味着就是它的 decision time， 也就是它的決定時刻。到底比特幣主導率呢將會是向上走呢，還是比特幣主導率將會向下啊？讓山寨幣們能夠迎頭向上，追趕比特幣的腳步。如果說我們要去看一下對比的話呢，我們可以看一看，在上一次跟這一次很接近的一個情況的時間呢，是在2023年的2月份左右啊。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綠色的20週均線、黃色的50週均線和紅色的100週均線的位置呢是正在交叉中啊。那這一次和上一次有不一樣的地方是，在上一次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紅色的這條100週均線是在綠色的20週均線和黃色的50週均線之上的，而這一次不一樣啊，這一次是黃色這條線是在
紅色和綠色之上的啊。但是呢，它们都擁有着相類似的情況，就是它們即將交叉，將會決定到底如何去走。如果說我們還是回到這次來看吧，如果說綠色的這條短線啊，20周均線將會成功的向下穿過紅色和黃色這兩條稍微中長的線之上呢，將會意味着比特幣主導力將會有一個 spike up， 将會有一個快速的提升啊。那這次提升呢，很有可能就類似於上一次在上一個周期2020年12月份這個區間啊，畫一個圈吧。這個時候比特幣主導率呢將會有一個非常非常快速的上漲。如果我們切換到月線圖中，可以看到的是，現在的主導率呢，現在是站回到了綠色的20月均線之上的。現在是5月18號，還有12天左右的時間啊。如果說在月底在收盤的時候，比特幣主導率是能站在这個20月均線之上的話那很大的概率接下來的1到2個月的時間，比特幣主導率呢將會是向上走的。會有一個 spike up， 很類似於之前一個周期的走勢。這個意味着什麼？這個意味着是比特幣的價格將會有一個急劇的波動向上也好，向下也好同時也意味着是山寨幣對比於比特幣的價格呢將會繼續的走低這個山寨幣相比於比特幣的價格繼續走低，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個情況。但是這個糟糕的情況將會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想要山寨幣、想要主導幣的主流幣的上漲前提條件之一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就是比特幣的價格需要形成一個支撐，需要比特幣重新走回牛市才行那比特幣主導率的快速向上漲，意味着是全部的市場的資金以及全部人的注意力將會重新回到比特幣上需要比特幣有一個快速的拉升，更高的價格才會能夠影響到 ETH 和主流幣的走勢那這個比特幣接下來的快速拉升呢，也有可能是對應於比特幣我們剛才講過的比特幣技術圖嘛，對吧？比特幣的準備的第3個也就是 C wave 的情況那作為擁有着很多山寨幣、很多主流幣、很多 ADA 的我來說我當然是不希望 ADA 相比於比特幣價格呢是持續走低的，但是我同時也是清楚的知道的是ADA 想要能夠 ADA 重新走回牛市，ADA 能夠走出好幾倍甚至10倍以上的漲幅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比特幣能夠走出新高對於我們擁有着山寨幣、對於擁有着主流幣的我們來說我們需要給他們更多的耐心，還是這句話需要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時間我們需要看到比特幣能先走出行情，再看到 ETH 走出行情，才会看到我们的主流币和山寨币能走出行情那好了，那这個就是比特幣主導率了。接下來呢，我們來聊聊看看 ETH 依舊如此我們回到週線圖中，在週線圖中 ETH 還是在這個三角區間內走那我們上次在聊的時候呢 ETH 在測試這個綠色的兩條線，又是畫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線。現在呢 ETH 呢又重新的在這第2條線，也就是下方這條綠色線的之下了被重新的打壓下來了。說明什麼？說明 ETH 呢還是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能夠成功突破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是這個週線圖這個綠色的20週均線還在漸漸的遠離黃色的50週均線和紅色的100週均線的如果我們去對比上一個週期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當綠色的20週均線在這個位置2020年的1月份、2月份的時候20週均線在遠離黃色的50週均線和紅色100週均線的時候呢 ETH 價格呢是在橫盤在上下的浮動中什麼時候 ETH 能走出下一波行情呢？將會是20週均線能夠成功的向上突破黃色和紅色這2條線那這一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任何的跡象，也就是意味着是 ETH 的橫盤盤整的時間呢還將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也完全和吻合了比特幣的走勢和比特幣主導率的走勢在接下來1到2個月的時間裡，可能山寨幣包括 ETH 它的走勢呢將會弱於比特幣的。我們呢還是依舊需要給 ETH 更多的時間。
雖然說 ETH 從2021年11月份就開始走入了這個長達5年左右的盤整時間了啊，但依然我們還需要給它一段時間。但是呢，距離這個三角區間的時間呢已經不多了，距離這個盡頭ETH 的盘整的周期呢也將會很快呢達到盡頭啊。那好了，那這個呢就是關於 ETH 的走勢了。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Cardano ADA， 回到周線圖，非常非常明顯。還是這2條綠色的線啊，每次 Cardano 遇到了這2條綠色實線呢，都将會是形成了強力的支撐。在這裡有個支撐，在2022年的12月份，這裡有個支撐啊，在2023年的9月份也有支撐。那現在呢，還是形成了支撐啊。但是每次在形成支撐以後呢 ，Cardano 的价格其實并没有很快的走出牛市啊。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過去這1周多的時間裡，我們可以看到的是。Cardano ADA 的價格呢，最高達到了接近29美分，那麼現在呢又回到了25美分的原因啊，就是 Cardano 在這2條實線的時候呢，在這盤整的周期呢將會是比較長的，尤其是在熊市來臨的時候啊。那上一次從2022年的12月份到2023年的10月份啊，有10個月的盘整周期啊，那這次僅僅過了多長時間？僅僅過了3個月左右啊，對吧？所以 Cardano 在這2條線形成支撐呢的時間呢，將會是比較長的。我們想要 Cardano 爆發啊，比如說像我這種重倉 Cardano ADA 的人來說呢，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離 Cardano 真正爆發的時間呢，還是有一段距離的。但是每一次我看到這個技術圖中，每一次看到 Cardano 現在的走勢，我都認為現在的價格將會是 Cardano 的底啊。從上一個周期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 box 開始，我們可以看到是每一次突破或者向下，不管是向上突破還是向下突破，紅色這個 box 包括這2條綠色實線將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價格區間。我們還是一樣啊，給 Cardano 更多的時間，我們來看看 Cardano 在未來這1個月的時間裡能不能走出我們想要走的行情。同時，如果我們看看 MACD 的話，能夠知道的是。Cardano 在周線圖的 MACD 啊，這個 histogram 這個綠色已經轉綠了啊。每一次轉綠意味着什麼呢？不是意味着橫盤整，就是意味着上漲啊。如果我們再切回到更久的時間，也可以看到是每一次周線圖中轉綠呢，都將會是 Cardano 走入牛市的前提條件啊。那現在呢，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次又正式的轉綠了，具體要花多長時間？這個我們交給時間啊，交給市場來告訴我們，距離下一次 Cardano 的正式爆發還需要多長時間。那好了，那這個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去聊的主要內容了啊。其他的關於 Chainlink、XRP、Avalanche、Solana 都是如此的啊，它們的走勢呢都是非常非常弱的。所有的加密貨幣，咱們持有加密貨幣的人呢，都是在看比特幣接下来的走勢，都是在看全球的走勢啊。S&P、NASDAQ 在持續的創造新高，黃金在回調，那我相信比特幣的迎頭趕上的時間呢，也將會很快就要來臨了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放棄，我們接下來想要看到的牛市行情馬上就要到了。那好了，那麼這期視頻呢就到這裡。如果大家喜歡這期視頻呢，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頻道，也不要忘了打開小鈴鐺關注我之後的視頻。那好了，那麼這期視頻就到這裡，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